3月29日，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，欧洲自二战以来首次进入战前时代，战争已经成为现实，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而从2022年初俄乌战争爆发以来，波兰一直站在援乌的最前线，不遗余力地援助乌克兰，态度比其他北约成员国都要积极。俄乌战争还未爆发时，波兰就率先向乌克兰无偿提供武器弹药、迫击炮、防空系统等装备，用以保卫乌克兰。战争爆发后，波兰成为了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援助征战站，大量的物资装备通过波兰输送到俄乌前线。仅波兰自己就援助了超过300辆坦克，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。不仅如此，截止到2023年底，波兰收留了近100万乌克兰难民，用于安置难民的费用达到了波兰 GDP 的4%，甚至超过了波兰的经费开支。可以说，波兰除了没有正式参战，完全是把俄乌战争作为自己的战争卖大。如果没有波兰的鼎力相助，贫弱的乌克兰几乎不可能在俄军的攻势下坚持这么久。为什么波兰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，费力不讨好的援助乌克兰呢？要搞清楚这件事，还要从头说起。通过地图不难看出，波兰地处欧洲东部，夹在俄罗斯地区和德意志地区之间。历史上也曾一度与南方的奥斯曼帝国和北方的瑞典帝国接壤。作为欧洲的十字路口，波兰无时无刻不被周围的邻居威胁，甚至一度被周边的强大帝国完全吞并。公元10世纪，波兰正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。在此之前，波兰地区生活的是来自不同民族的部落联盟，凯尔特人、斯拉夫人、日耳曼人在此地都有部落存在。罗马帝国也曾为了获得波兰地区的琥珀，向波兰派遣罗马军团。可以说，从一开始，波兰就处于欧洲各民族的冲突中心，随时都有被吞并的风险。公元964年，波兰与南部的波西米亚联姻，希望通过这一联盟共同对抗西边的日耳曼人。热心老婆的波兰国王发现，与其保波西米亚的大腿对付神圣罗马帝国，不如直接对罗马教皇俯首称臣来的安全。找到发力点的波兰立刻成为了教皇的中途，从而化解了被神圣罗马帝国入侵的危机。1226年，波兰内部矛盾加剧，后一的波兰盟国分裂成5个独立的公国。条顿骑士团趁着这个机会成功进驻波兰。波兰人的本意是让条顿骑士帮助剿灭南部的普鲁士人，但没想到这群条顿人一进波兰就赖着不走了。波兰北部等地成了条顿骑士的大本营。条顿骑士团打着剿匪的旗号，在波兰发展自己的势力。在此期间，条顿骑士甚至还创立了独立的条顿骑士团国家。老话说得好，兄弟阋于墙而外于其屋。波兰本地的贵族们非常不爽这群德意志来的乡巴佬。在夏西里西亚公爵父子的带领下，波兰开始了再次统一的进程。这一时期，波兰秉持开放的态度，积极吸纳了大量的西欧犹太人。波兰的手工业和商业逐渐繁荣起来，逐渐成为了欧洲犹太人的聚集地之一。但波兰人没想到的是，他们还没来得及完成统一，蒙古人就骑着他们的小马来到了东欧平原。在东欧的大草原上，蒙古骑兵如有神助，攻无不克。威胁波兰东方的斯拉夫人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被先后征服。俄罗斯公认的先祖基辅罗斯也被毁灭。成吉思汗之孙拔都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兵锋直指波兰，先后击败了波兰日耳曼联军和匈牙利军队。波兰首都克拉科夫也被付之一炬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波兰很快就会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。好巧不巧，就在波兰人陷入绝望的时候，拔都的伯父成吉思汗的儿子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。拔都收到消息，立刻停止了西征的步伐，那就火速赶回哈拉和林参与蒙古大汗之位的争夺。而就是这一走，蒙古人再也没能回到欧洲，波兰也因此逃过一劫。蒙古人虽然走了，却在毁灭的基辅罗斯旧地上留下了金帐汗国。260年，金帐汗第二哥吉纳海第二次入侵波兰，刚建的波兰首都克拉科夫再次被掠夺。金帐汗国虽然也算是蒙古人，但比起正经的蒙古大军还是差得远。后来吃亏吃出经验的波兰人成功防御了金帐汗国的多次入侵，暂时挡住了东方的蒙古人和他们的附庸。14世纪，瓦迪斯瓦夫一世重新加冕为王，分裂了100多年的波兰再次迎来了统一。由于周围各国都被蒙古人打得死的死，逃的逃，东欧各国里矮子拔高个，波兰竟也成为一大强国，并向东吞并了原属于基辅罗斯的许多斯拉夫人领地。蒙古人入侵期间，条顿骑士们也没闲着，他们在波兰招兵买马，侵吞波兰的领地。
以波兰为基地进攻北方的立陶宛人，眼瞅着条顿骑士团和立陶宛人的战争愈演愈烈，新生的波兰盟国坐不住了。波兰人心想，这群日耳曼蛮子越来越强，指不定哪一天就把自己一起收拾了。但毕竟条顿骑士团是名义上的兄弟，又背靠神圣罗马帝国，绝对不是此时的波兰人能惹得起的。就在一筹莫展之际，波兰人想到了他们的第一位国王梅什科一世和波西米亚的联姻。于是波兰贵族议会决定，让时年14岁的女王亚德维加迎娶入赘的立陶宛大公约盖拉，形成事实上的联姻。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从此变成一家人。这次联姻直接开启了波兰和立陶宛数百年的联合统治，也是波兰辉煌时代的开始。然而条顿骑士团在波兰地区上百年的苦心经营就要毁于一旦了。有了立陶宛的扶持，波兰开始要求条顿骑士团返还被侵占的波兰领土。双方迅速从口水战演变为了武装冲突，最终在格伦巴德之战分出了胜负。在这场中世纪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骑兵战役中，战无不胜的条顿骑士团遭遇了惨败，包括条顿骑士团大团长在内的大部分领导层战死沙场或被处决。而之后签订的赔款合约，更是让条顿骑士团不得不向统治地区增税，以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。这场耻辱性的大败让条顿骑士团出现了征兵困难，劳顿人不得不使用雇佣兵来维护各地秩序，让条顿骑士团本就不宽裕的经济雪上加霜。最终不堪重负的条顿人狗急跳墙，和波兰立陶宛联邦之间再一次爆发了战争。各地离心离德的条顿骑士们再次被波兰人击溃，从此条顿骑士团的领土成为了波兰的封地。条顿骑士团大团长事实上变成了波兰的封臣，波罗士地区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并入波兰王国，成为波兰的一部分。利沃尼亚战争中，波兰人击败沙俄的大军，阻止了伊凡雷帝的西扩。而在举世闻名的维也纳之战中，波兰国王亲率3000翼骑兵再次以少胜多，大破15万奥斯曼土耳其军队，将奥斯曼人拦在欧洲之外。纵观历史，国家的每次兴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波兰也是如此。在波兰极盛的时期，灭亡的种子就已经播下。1648年，乌克兰的哥萨克起义使得波兰失去了东欧优质的粮仓，这次起义也成为了俄罗斯占据乌克兰全境的法理依据。1657年，布隆贝格条约将普鲁士公国的主权授予霍亨索伦家族。作为德意志帝国的龙兴之地，可以说没有普鲁士就没有德意志帝国。那一不经意的利益交换，或许是波兰历史上最重大的外交失误。随着周围国家的日益强大，波兰愈发疲于应对。沙俄在这一时期以惊人的速度向东扩张，沿着当年蒙古人来时的道路，一路抵达了白令海峡。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，占据了整个地球1/8的土地面积，摇身一变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。更糟糕的是，沙俄并不是波兰人要对付的唯一对手。北方的瑞典王国和西方的普鲁士同样对波兰虎视眈眈。不安内忧外患之下，波兰越来越衰弱。波兰为此开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。可惜这次波兰的对手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强大的君主叶卡捷琳娜大帝。卡捷琳娜大帝主导下对波兰的入侵，最终导致了1772年俄罗斯、普鲁士、奥地利瓜分波兰。然而这次使波兰失去了30%国土面积瓜分，仅仅只是波兰被瓜分历史的开始。仅23年间，波兰就被瓜分了3次。这个盛极一时的东欧强国就这样从欧洲版图上消失了。从此之后的123年，波兰几乎一直处于亡国状态，而波兰人民的反抗和复国的愿望却从未停止。波兰涌现出一大批如居里夫人和肖邦这样的英雄名人，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祖国。居里夫人就以波兰的名字命名她发现的第一种放射性元素铬。而被迫流亡欧洲各地的波兰人广泛参与了各地的革命起义。在动荡的19世纪，波兰人活跃在普鲁士、奥地利帝国、沙俄各地的起义中，曾和拿破仑并肩作战。在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中，为了争取匈牙利的民族解放，波兰人打出了“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”的口号，为匈牙利人的自由而战。就这样，时间来到了20世纪，帝国主义的矛盾来到了顶峰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，波兰人组织起了波兰军团，在东部战线上反抗沙皇俄国，从而获得了英国和法国对波兰独立的支持。一战结束后，原本参与瓜分波兰的俄罗斯帝国、奥匈帝国、德意志帝国相继毁灭，而刚刚经历10月革命的苏俄忙于对付败军，波兰就这样成功复国。但很快，新生的波兰就被迫在每条边境线上和邻国作战。
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对新生的苏联的战争中取得胜利。有历史学家认为，苏波战争的失败直接使列宁放弃了世界革命论，也停止了苏联直接向外输出社会主义革命的脚步。独特的地缘环境和亡国的历史让波兰时刻保持警惕。在德意志帝国方向上，波兰人从20世纪30年代初就开始破译德军的密码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密码学家。这些人最终成为了二战初期破译德军密码的主力。在俄罗斯方向上，领导人毕苏斯基元帅提出以海监联邦团结波兰南北弱小的邻国，拜以普罗米修斯计划将苏联分化瓦解成多个小国。但他的计划没来得及付诸实践，二战就爆发了。作为二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，1939年9月1日，德军跨过波兰边境，在德国人的闪电战攻势下，波兰军队节节败退。原本约定保护波兰的英法等国纷纷坐立上观，而苏联撕毁互不侵犯协定，入侵波兰，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斯大林宣称，苏军为了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，他竟跨过边界占领波兰。就这样，刚刚复国20年的波兰人再一次失去了祖国，而他们这次面对的是要宣布要彻底灭绝整个波兰民族的希特勒。失去祖国的波兰军队逃亡到罗马尼亚，安顿前往英国。二战期间，从黄沙漫漫的北非到白雪皑皑的挪威，他们活跃在欧洲的几乎每一条战线上。皇家空军波兰中队参与了不列颠空战，波兰第一伞兵旅参加了市场花园行动。大西洋上，波兰的水兵为过往的商船护航，诺曼底也能看到波兰士兵战斗的身影。波兰密码学家对于德军恩尼格玛密码机的破译，研究了大量通行于大西洋的盟军商船和补给船，为整个盟军在欧洲的补给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。然而，波兰人在整个二战期间死亡超过630万人，是整个第二战期间死亡比例最高的国家。在总人口仅3100万的波兰，平均每5个波兰人就有1个死在了第二战的这6年中。德国纳粹在波兰建立起了6座灭绝营，对整个波兰民族实施惨无人道的集中灭绝。最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坐落在波兰南部。二战结束，盟军击败纳粹，取得了胜利，颠沛流离的波兰人终于获得了喘息的空间。但随着铁幕的落下，波兰再次被推上了东西方冲突的风口浪尖。但尽管许多波兰人并不情愿，波兰还是在斯大林的坚持下，成了以苏联为主导的东方集团的一员。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，将波兰与东方集团体系绑定在一起。也许是由于波兰在数百年的历史中对多元文化的热爱，又或许是因为惨痛的历史教训让波兰人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。波兰在战后并没有出现类似阿尔巴尼亚或罗马尼亚那样的铁腕独裁，反而一直以相对的宽松和自由闻名。早在50年代，一群波兰移民创立了巴黎文化杂志，他们在这个杂志上呼吁将波兰的利沃夫地区交给乌克兰民族。这一主张即使是今天看来也是非常超前的，因为利沃夫是传统上的波兰4大城市之一。随着二战结束，维尔纽斯被割让给立陶宛，华沙几乎被彻底摧毁，利沃夫在苏联的主导下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。巴黎文化在波兰失去了一半领土的情况下，他试图说服波兰人放弃利沃夫的主权。巴黎文化杂志还四处寻找才华横溢的乌克兰作家，并将他们的文章发表集结出版，让乌克兰文学在世界文坛有了一席之地。就这样，在这些波兰人的努力下，乌克兰文化进入到波兰的文化中心，也进入到全球的视野当中。乌克兰民族问题不再是一小部分流亡者的狂欢，而是成为了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国际议题。波兰人这样为他人做嫁衣的行为并非异想天开。波兰颠沛流离的命运使波兰的知识分子意识到，是帝国主义的扩张导致了波兰、乌克兰、俄罗斯的民族悲剧。要避免悲剧的重演，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，既要反对波兰的帝国主义，还要反对俄罗斯的帝国主义。就是在此时，波兰思想家敏锐地察觉到，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将会走向尽头，乌克兰将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主导波兰脱离东方集团的团结工会运动开始兴起，巴黎文化杂志已经成为了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。乌克兰必须独立已经成为了波兰人的共识。团结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表示欢迎乌克兰的独立。1989年，波兰率先改变政体，引爆了东欧巨变。华沙条约下的东方集团纷纷倒戈，那重获新生的波兰共和国立刻开始了对乌克兰友好的外交政策。在1990年的声明中，波兰将乌克兰称为
望与之平等相处、亲密无间，并在所有方面开展合作的邻居。当时宣布，两国永远不会向对方提出领土要求。苏联解体后，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，波兰第一个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，迅速成为了乌克兰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。波兰在军事、民生、历史文化等方面与乌克兰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。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期间，波兰立刻表态，绝不会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地区的吞并。在此期间，波兰接收了大量来自克里米亚地区的难民。俄乌战争爆发时，波兰是唯一没有撤离外交官的欧盟国家。正如波兰大使所说，俄罗斯入侵时，波兰上下团结一致，立刻开始帮助乌克兰人。波兰政府为乌克兰送去了大量军事援助，而在波兰民众中更是出现了一股参军的热潮。冲突爆发后，1000多万乌克兰人跨过边境前往波兰。在乌克兰人战斗的同时，波兰人照顾他们的家人，为他们提供弹药。波兰和乌克兰团结一致，为生存而战。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最开始的问题：为什么波兰要力挺乌克兰？答案就在于，稳定的乌克兰是东欧不被帝国主义笼罩的根本保障。团结的乌克兰和波兰是中欧稳定的基石，这是波兰人用半个世纪时间形成的民族共识。而经历了俄乌战争的洗礼，波兰和乌克兰又将走向何方？我们将拭目以待。